1996年，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春林镇山西村上空突然响起一声巨响，宛如平地惊雷，惊扰了这地方的安宁。人们惊恐地发现，原本安安静静地陪葬在唐玄宗泰陵边的高力士墓，竟被胆大包天的盗墓贼用炸药给炸开了。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，而高力士这个名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。细闻民间传说中，他是唐玄宗最受宠信的大太监，和唐玄宗超级对脾气，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狠角色。看的也多嘛，中间就有这个高力士的这个形象，当然是这个人本身在历史上就非常有名。事实上，史书上也妥妥地记载着，高力士生前被封为骠骑大将军、齐国公，享受着国公级待遇。这样全是钦天人物，墓葬中应该充满金银财宝和更多让人想象不到的宝物吧？那么高力士墓葬的发掘将为人们带来哪些发现？这位唐朝第一大太监之墓会曝光哪些秘密呢？今天眼见古今就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，走进陕西省渭南市蒲城，探寻高力士墓葬之谜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，高力士都可算是把宦官做到天花板级的人物。他是唐玄宗身边的大红人，最得宠的亲信。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和高力士有关的故事，就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让高力士帮他脱鞋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一个典故，以及加上各种电视剧的渲染，高力士在人们的认知中一直是一个奸臣的形象。但是今天的故事将会颠覆各位的认知。眼前就是这位著名大太监埋葬的地方，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春林镇山西村。他在泰陵的东南方向，距离泰陵主峰大约有2公里，是唐玄宗泰陵的唯一一座陪葬墓。一直以来，高力士的墓都待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陪着唐玄宗泰陵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首次被发现时，高力士墓有墓碑，加上史料也有记载证明这里就是高力士的墓，所以附近的人还有考古界的人都知道这个墓。不过还有一帮人也知道，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盗墓贼。1996年夏季的一天，一声炮响打破了周边的宁静。原来有一伙盗墓贼早就惦记上高力士的墓了。和大家的想法一样，他们认为这里一定埋藏着大量财宝。胆大包天的盗墓贼使用炸药来盗墓，墓倒是被炸开了，不过他们却没盗成，反而把自己给炸进了局子里。盗墓成了光明正大的炸墓，要说这盗墓贼呀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看来做贼也是要讲点智商的。由于墓葬被炸，陕西省为了保护这一重要历史遗迹，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了考古队，派经验丰富的挖掘唐墓的专家对墓葬展开抢救发掘工作。1999年7月，考古队进入现场后，发现墓室的穹顶已经被炸塌了，墓葬被毁挺严重，内部看起来也是一片狼藉。考古工作人员首先对墓葬进行了钻探和勘察，了解墓道的方位、有几个天井、墓室和封土的位置等情况。只不过钻探显示的数据结果却令考古专家心中泛起了疑惑。先说墓道的长度有52米，这没啥异常，比中型唐墓的长度要长一些，中型唐墓的长度通常在30米左右。这个长度让大家感觉很正常，符合高力士显要的身份。不过墓道测量墓葬的宽度，考古专家却让皱起了眉头。不对呀，怎么会这么窄呢？墓葬北窄南宽，墓道最宽只有 1.6 米。因为宽度对于墓葬的规格很重要，这种宽度在唐代只能算是中等规格的墓葬，而且即便是中等规格的墓葬也有宽度达到2米的，所以在中等墓葬中，宽度的数据都不算顶级的。而且天井的数目也不对，测量显示墓葬只有4个天井。唐墓中的天井主要用于通风采光，让墓室空气流通，避免过于潮湿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墓室提供光源。天井一般是随着墓道的挖掘一起进行的，先确定墓葬的整体布局和规模，然后从墓道开始，
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尺寸和坡度进行挖掘。在唐代，墓葬中的天井的数量体现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，天井的数量越多，墓葬的长度就会越长。一般来说，正三品以上官员墓葬应该有5个天井，但高力士的墓葬中却只有4个，而且天井的宽度仅有50-60厘米，仅容一人下去，显得十分狭窄，比墓道窄。这些情况透露出一个信息，就是墓葬的规格等级与高力士的身份很不匹配。眼前这个墓葬，如果只从测量的规格来看，撑死了也就是中等规模。专家们怎么琢磨都有点怪，按高力士的级别，怎么也不应该是这种规格。那么高力士的墓葬，墓中隐藏着什么真相呢？此刻挖掘开始了，附近的村民纷纷都赶来看热闹。有村民告诉考古队员，用炸药这波盗墓贼光顾之前，墓葬还曾经被盗墓贼光顾过，那些盗墓贼曾在这里挖走过金马驹，亮闪闪的，应该是金子做的。不管传闻真假，高力士的墓葬如果有这类的东西，应该不奇怪。毕竟他是在唐玄宗身边待过42年的太监。工作人员在挖掘过程发现了很多盗洞，足足有10个。按说墓葬出现盗洞会很影响发掘人员的心情，因为盗洞的出现意味着墓葬可能被盗，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有可能大打折扣。不过此时正在挖掘的考古工作人员的心情却没受太多影响，因为他们很快发现盗洞并没进入墓室。而且考古队工作人员有一种共识，那就是大家都认为，即使盗墓贼深入到墓室，盗走的一些看起来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但以高力士这种身份，墓葬中应该还有很多没被盗墓贼看上却极有价值的珍贵文物。这种情况在以前发掘的一些墓葬中就曾有过不少先例。比如四川成都发现的老关山汉墓，虽然金属等器物被盗，但留下来的扁鹊衣简等却是无价之宝。考古工作人员继续向下挖掘，在墓道的两壁发现草瓣泥加石灰的地障层。地障层是一种传统的用于壁画制作的工艺技法，用于支撑和保护壁画的一层物质基础，通常由石灰、沙、土等天然材料混合而成，具有较好的粘结性和稳定性。而草瓣泥通常使用麦秸、稻草等植物纤维与泥土混合而成，能够增加地障层的韧性和强度，防止地障层因干燥收缩而产生裂缝。地障层的出现使得考古队员知道他们要挖到壁画了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壁画保存得非常不好，清理掉表面的泥土后，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有颜色线条，画面的内容完全无法知道。在考古专家眼中，壁画发现有着极其重要意义，不仅是因为艺术性，有的墓葬中壁画还能透露出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，甚至个人身份的重要信息。唐墓发掘中很多壁画保存得十分完好，能够让人一睹当时的社会风尚。高力士可是生活在开元盛世的人，壁画的无法辨识让专家心中感到有些遗憾。不过仔细观察，专家发原因，壁画没能完好保存，是因为地障层做得太薄了，只有1毫米，如此之薄的基底，壁画当然很难留住，而且墓葬中还有雨水常年渗入。遗憾之余，专家心中也泛起困惑，堂堂一代大宦官，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为何这墓葬工程修建得如此草率，给人的感觉甚至有点偷工减料。局促的墓道，不靠谱壁画工程，随着发掘的继续推进，工作人员和专家心中的疑惑还在增多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座唐代名人高力士的墓葬似乎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奢华。考古队员们心中不免充满了疑问。发掘紧张的进行，考古队员们发现墓葬的3个过洞都是圆拱形顶，比较规整。不过第一个过洞，洞顶部塌陷，被盗洞打穿。墓室中通常宝贝和随葬品都藏在壁龛里，想啥来啥。这时工作人员发现了壁龛，每个过洞两侧各有一个壁龛，
墓葬中一共有6个壁龛，在第一对壁龛附近有一道砖封门，封门西边被砸碎推倒，应该是早期盗墓贼所为。第一道封门后 5.5 米处出现第二道门，西边也被推倒，再向里进深就是墓门。打开壁龛后，很幸运，里面的东西还在，没有遭到盗墓贼的叨扰。壁龛的面积约1平米左右，堆满肉眼可见的各种陶器。6个壁龛中共出土了200多件陶俑，包括风帽俑、骑马俑、陶动物等。这些陶俑虽然数量众多，但从制作工艺上并不十分精致。陶俑为泥质红陶俑，反复查看依然没有重大考古价值的陪葬物。奇怪啊，如果陪葬品就是这些，可真的与高力士的身份太不相符了。那么墓室内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？墓门上有一处机关孔，但是已被盗贼破坏。室内顶上有2处盗洞，墓室穹顶虽然保存完好，但墓室内壁同样只有一层薄薄的白灰墙皮，而这些壁画同样保存不佳。墓室内左侧有一张已经碎裂的石床，上面有少量人骨。墓室内壁西侧也有一些不清晰的壁画，而在墓室内起券的棱台上发现了钱币，一共有26枚，上面刻着开元通宝、钱元重宝平钱、钱元重宝大钱3类。虽然作为文物，这些东西对于人民了解高力士生活的年代都具有实物性的价值，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专家和考古队员心中的重大发现。高力士生前地位显赫，为何他的墓葬却如此简陋寒酸？难道历史记载有误，这里不是高力士的墓？或者另有原因，当时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，导致墓葬修建仓促？还是因为高力士的家族在修建墓葬时已经财力不济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考古队员们继续在墓葬中寻找答案。就在考古队员们感到深度困惑的时候，一块破碎的木质盖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。木质盖上刻着唐库开府仪同三司，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墓志一行字，字是阴刻篆书，这充分证明了这座墓葬的主人正是高力士。紧接着，考古工作进入墓志的清理工作。墓志是青石质地的，保存相对完好。墓志石厚14厘米，四侧用线刻了12生肖图案。墓志文用的阴刻行书体有45行，总共有1420字，详细记录了高力士的生平事迹。如果是书法爱好者，应该对这墓志上的字较为欣赏，因为字迹鲜明，娟秀刚健，劲拔清源，颇有大书法家王羲之书法遗意。事实上，后来对墓志的研究表明，这些字是唐代一位叫张绍悌的书法家写的，他是盛唐时期的书碑名手。经过近3个月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。遗憾的是，墓葬中并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专业考古人士期待的更多的高价值文物，只有这块墓志相对完整。于是专家们把工作重点放到对墓志的研究上。这一研究不打紧，还真有一个出乎人意料的大发现。前面说过，一般民间对高力士的认知来自戏文和传说故事。高力士作为大宦官，在普通人心中是有反派人设的。大众对他认知通常固化谄媚皇帝，只会拍皇帝的马屁，欺软怕硬，没啥本事的小人等等，当然也少不了贪婪之类的特点，要不然一般人不会想到他的墓中应该藏大量宝物了。拿最有名的李白让高力士帮他脱鞋子故事来说，故事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，李白因才华出众，被唐玄宗召入宫中，担任翰林待诏，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书和撰写诗词。由于性格豪放不羁，不拘小节，李白常常以诗酒自娱，对权贵不屑一顾。有一天，唐玄宗在宫中举办了一场宴会，邀请了许多文人墨客和宫廷艺人。宴会上，唐玄宗兴致勃勃，命李白作诗助兴。李白当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不过仍然答应了皇帝的要求。被抬到殿上后，李白看到高力士站在一旁，借着酒劲就说：“高公公，麻烦你帮我脱一下靴子吧。”高力士虽然身份显赫，但面对皇帝那时同样喜欢的李白，也不敢得罪。
只好弯下腰为李白脱去靴子。李白脱掉靴子后，坐在殿上，挥毫泼墨，写下了著名的《清平调》，赞美了杨贵妃的美貌和气质，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。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赞不绝口，而高力士虽然心中不悦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个故事中，李白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。民间流传这个故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，李白不畏权贵，让他们非常欣赏。而这个故事中，高力士是一个权贵溜须拍马的形象。然而，专家们通过对墓志的研究，却颠覆了这个千古认知。墓志上说，高力士善骑射，骑射本领一流，能到百发百中的地步，还能带兵打仗，曾经帮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。正是因为有本事，才深得玄宗信任。而且他不仅勇敢，还很忠诚。安史之乱发生后，唐玄宗仓皇逃往西蜀，朝野震动，人心不稳。当时唐玄宗信任的人之一，宦官袁思义就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安禄山，而将军中如歌舒翰等也倒向了安禄山。只有高力士始终守护在唐玄宗身边，不离不弃。事实上，他不仅在逃亡途中保护唐玄宗，还在偏居西蜀和返回京城后，玄宗皇帝被软禁兴庆宫期间，也多次帮助唐玄宗渡过难关。深入勾陈史料和墓志，就会发现高力士不是那种愚忠的类型，恰恰相反。安史之乱发生前，皇帝和贵妃专宠安禄山，他就不怕龙颜震怒，直见唐玄宗说安禄山有问题。而在唐玄宗逃往西蜀的途中，也是他出面劝说唐玄宗，让唐玄宗在兴平马嵬坡赐死贵妃杨玉环。还有选择皇子继位问题上，他都有自己判断，充分说明他在审时度势等方面有着自己的主张和韬略。不过高力士的晚年却十分凄惨。安史之乱后，唐玄宗退位，宦官李辅国得势。作为宦官的李辅国并没有因为高力士也是宦官就同情宦官，反而是宦官为难宦官，把高力士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设计陷害高力士，使得他被流放到黔中道。直到2年后，高力士才得到赦免，可以返回长安。公元762年，高力士返回长安的路上，收到唐玄宗已经驾崩的消息。此时他走到郎州，也就是今天湖南桃源东龙兴寺。得知消息后，高力士悲痛欲绝，面北而哭。几天后便随唐玄宗而去，终年79岁。高力士去世后，唐代宗李煜继位。李煜是唐玄宗的孙子，由于比较同情唐玄宗的遭遇，他下旨根据唐玄宗生前的遗愿，在泰陵旁边修建了高力士的陪葬墓，并把高力士的遗体从湖南迁回入葬。高力士生前被授予过多个将军封号及爵位，唐玄宗李隆基先后给予过高力士云麾将军，又兼门卫大将军、知内侍省师等职务，后来升至骠骑大将军。骠骑大将军在唐朝是正二品的五散官，地位较高。公元755年，高力士护送唐玄宗逃亡，逃至成都后，受封齐国公。从是713年12月到755年11月，李隆基和高力士，一个皇帝，一个宦官，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巅峰的阶段，也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作为权倾一时，对皇帝最有影响力的人物，高力士的人品到底如何呢？作为唐玄宗的贴身大太监，高力士并没有像后来历史上的那些宦官，如魏忠贤等干尽坏事，恶贯满盈，把皇帝当作傀儡。自己的权欲和野心超级膨胀。给高力士墓志腾写碑文的书法家张绍体说他忠立而不倚，得君而不骄，顺而不逾，见而不犯，故近无闲言，远无横意。唐代宗李煜念其旧勋，不仅恢复了高力士的原官职，以示忧宠。高力士的忠诚和勇敢得到唐玄宗的高度赞扬。唐玄宗曾说，力士上职，无寝则安。这表明高力士在唐玄宗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而唐代宗令人把高力士运回陪葬，他的墓葬
成为唐玄宗身边的唯一的陪葬墓葬。由于唐代宗是唐玄宗的孙辈，其实和高力士之间并没那么强烈的感情链接，大概修建坟墓的官僚们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高力士的墓葬被修建的有些简陋潦草，有些地方甚至不匹配他的身份和地位。但是为什么好端端的会把一个忠臣造谣成奸臣呢？细究起来，可能与宋代的一些大学者和史学家在写高力士传时的态度有关，像欧阳修、宋敏学在《新唐书》中，还有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都认为唐玄宗崇信高力士，开了宦官专权的先河。尤其是司马光说得更为直白和明确。而后来中国历史到了明代阶段，饱受宦官之苦，似乎更是应验了这些宋代大家的预言。恶榜样刘瑾为忠贤之类一出，民间显然更是很认同这些看法。唐朝的21位皇帝中，唐玄宗是极具知名度和地位重要的一位。他在位前期开创了开元盛世，将唐朝推向全盛时期。安史之乱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历史节点。如果高力士死于唐玄宗在世的年代，墓葬的营建还有陪葬品的状况可能会大不一样。而一代帝王唐玄宗的泰陵也只有高力士的墓葬作为唯一一个陪葬墓。高力士墓墓志上的文字还揭示了高力士的身世。高力士本名冯元一，祖籍潘州，今天的广东高州，是显夫人的第6代孙。这位显夫人是谁呢？他本名显英，是南朝梁、陈和隋朝时期岭南地区，也就是今天的广东、广西及海南一带的杰出女首领。嫁给高梁太守冯保后，显夫人积极协助丈夫处理政务。在梁朝末年，双州辽人起兵叛乱，显夫人亲自率领李族兵马与冯保协同作战，平定了叛乱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。隋灭陈后，显夫人审时度势，选择归顺隋朝，被册封为乔国夫人。她积极协助隋朝招抚岭南各族，使得岭南地区得以平稳地纳入隋朝的版图。在隋朝末年，番禺太守欧阳伟起兵叛乱，显夫人率领军队击溃叛军，稳定了岭南局势。墓志中说，高力士的曾祖叫冯盎，在唐朝初年担任高州都督，被封为耿国公，管辖广韶等18州，后来又被追赠为荆州大都督，其在岭南地区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，颐指气使，手握重兵。冯盎有3个儿子，其中冯志代担任过潘州刺史。胜历年间，辞官归隐，其子冯君衡继承了他的职位。然而，由于按察使的陷害，冯家被构陷，非皇帝被蒙蔽，难以明察，导致冯家被抄没。高力士就冯君衡的小儿子。高力士虽说出生名门，因为家庭变故被阉割，并被送入宫中。他不到10岁就进入宫廷。由于聪明伶俐，受到武则天喜爱，武则天特别安排人对他进行抚养和教育。他学业日精，文武都很了得，尤其擅长射箭。墓志上记载，他叫高力士，是被武则天赐名的。内侍高延福成为他在宫廷中的养父。墓志还介绍高力士的功绩，以及他发达后如何给自己的母亲养老送终，还有子侄辈的一些情况等等，十分详尽。结合史料，我们可以得知，高力士在专人培养下，不但聪颖善解人意，而且处事果断谨慎。先后立武则天、玄宗、肃宗、代宗等4朝皇帝，其中玄宗时期可谓他的生涯黄金期。他和玄宗建立了深厚友谊，也赢得人生的翻盘。在亲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中，他陪伴唐玄宗度过了无数风雨。被流放湖南乾阳县时，他看到遍野的荠菜无人采撷，借物言志，携赶乌州荠菜一玉，2斤作金麦，5溪无人采。一下虽有书，气味都不改。诗歌中流露高力士自诩为奇，他在长安很高贵，而在流放地乌州、湖南乾阳却无人理睬。即便如此，他的忠心却有如荠菜那样气味终不改。从这些史料来看，高力士心向着玄宗，向着大唐的天下，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也算是担当得起千古贤宦第一人这样的一个称号的。
尽管高力士墓葬中没有发掘出预期的珠宝财富，但墓志本身的价值却非常高。它不仅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关于高力士生平的详细记录，还为研究唐代的历史、文化、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，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位唐朝著名宦官传奇的一生，还有他与唐玄宗之间深厚的感情。如今，这块详细记述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静置在蒲城县博物馆内。高力士墓葬的发掘工作，为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以及宦官制度等贡献了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，如同一把钥匙，开启了了解这位唐朝最著名宦官的大门。在墓葬发掘后，鉴于高力士墓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当地采取行动，依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墓道保护工程的相关方案，力求将这一历史遗迹妥善保存。本期视频并非意在为这位在民间长期以负面形象的宦官洗白，只是想通过讲述他墓葬的发掘，让人们了解一些真相。戏闻传说和电视剧中，高力士或许是那个奸臣形象的高力士，然而蒲城县博物馆里存放的高力士墓志以及专家们深入的研究成果，为人们呈现的则是一个更接近史实真相、更为立体的，而非符号化的高力士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讲完了。如果您对高力士的墓葬有不一样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。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